看住荧幕上那道触目惊心的红线了吗？就在前几天，黄金还高高在上，冲破了每盎司$5500的大关。那时候全世界都在疯狂，觉得黄金会涨到天上去。结果转眼之间，它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路狂泻，直接跌破了$4900的关口。短短时间内，每盎司蒸发了$600多。如果你手上有货，现在心跳可能比初恋还快，手心冒汗，甚至想乾脆关掉手机不看。大家先别急住肉疼，也别急住割肉。我今天做这期影片，不是要跟你聊那些听不懂的经济学曲线，我是要告诉你，这场黄金跳水背后，其实藏着一场蓄谋已久的权力大洗牌。尤其是美联储刚刚换了掌门人，特朗普正式提名了沃什接替鲍威尔，这不只是换个人坐办公室那么简单，这是在动全球财富的根基。今天我会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分3个重点跟你拆解。第一，这次大跌的真正凶手是谁？绝对不是表面上看见的那么简单。第二，美联储换帅后，你的钱包会缩水还是翻倍？第三，现在进场到底是接飞刀还是捡钻石？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在影片结尾，我准备了一个隐藏版的投资锦囊要送给你。这个方法是我自己私藏很久，在市场大波动时保命甚至反败为胜的关键。很多人问我，黄金不是避险资产吗？为什么会跌成这样？我跟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几年前，我还是个投资小白的时候，也跟风买过黄金。那时候大家都在喊黄金上看3000，我兴冲冲的把辛苦攒的私房钱全砸进去。结果呢，遇到一次类似今天的暴跌，我当时整个人都傻了，饭吃不下，觉睡不住，天天盯着荧幕看那根红色的柱子往下掉，那种感觉就像你开着一辆刹车失灵的车在下坡，你明知道要出事，却什么也做不了。那时候我身边有个朋友，为了买金还背了债，结果在那次大跌中因为爆仓，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连家都不敢回。后来我才明白，黄金跌不是黄金没用了，而是规矩变了。你看现在美联储主席换成了沃什，这个人以前在华尔街就是个狠角色，是史上最年轻的联准会理事，市场在赌他会不会为了压住通膨，把利息加到天上去。你要知道，黄金这东西是不生利息的，当美金的利息变得很高，那些大资本家就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瞬间把钱从黄金撤走，跑去抱美金的大腿。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的黄金价格会像现在这样自由落体。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你们在外面打拼，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让家里的房子大一点，车子好一点，让家人过得有底气吗？但在这个金融世界里，我们如果不了解政治，就是在裸奔。这次美联储换帅背后的政治博弈非常精彩，新主席代表的是更强硬的派系，他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告诉全世界，美金才是老大，他就是要透过打压黄金来维持美金的霸权地位。这不是简单的涨跌，这是大国之间的金融战争。如果你现在因为害怕而随便离场，那你可能刚好掉进了人家设计好的陷阱里。那些大机构最喜欢在这种时候制造恐慌，等你们这些小散户把便宜的筹码扔出来，他们再优雅的捡回去。想象一下，如果你辛辛苦苦工作10年存下的钱，因为这几天的恐慌就全部打了水漂，你甘心吗？我们现在得深入聊聊那个刚上任的男人凯文沃什。很多人看新闻只看标题，说他是特朗普提名的，就以为他肯定会为了保住美股而拼命印钱，所以黄金应该涨才对啊。结果这几天金价从$5500一路跌破$4900，这就把很多人跌懵了。其实这就是金融市场最残酷的地方，预期差。沃什以前被称为硬汉鹰派，市场在赌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稳住美元的威信，所以大资金现在是在预防性撤退。这就像我们生活里，新官上任3把火，第一把火通常不是发奖金，而是先整顿纪律，让你觉得他不好惹。你要是这时候跟他对着干，那真的是往枪口上撞。我跟你讲个真实案例，我有个朋友叫老张，他是一个做实体生意的人，平时很稳重，但去年底看住黄金冲破5000大关，身边的朋友个个都赚钱了。他在饭局上听人说黄金会冲到6000甚至8000，他心动了。他在$5400的高位，把自己工厂准备周转的现金全砸进去，买了实体金条。昨天暴跌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声音都在发抖。他说他这辈子辛苦攒的这点底子，要是再跌下去，工厂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我看着老张，心里真的很难受，因为他代表了绝大多数普通人，在最高潮的时候入场，在最恐慌的时候想割肉。老张的问题在哪里？他忽略了情绪成本。
当你用急用钱去博弈，你根本没办法冷静思考。大资本家最喜欢这种对手，因为只要稍微震仓，像老张这样的人就会因为扛不住生活压力而把廉价筹码拱手相让。所以我说，现在金价跌到4800多美元，如果你是空仓的人，你真的要感谢这场大跌，这是老天爷给那些没上车的人第二次投胎的机会。但对于像老张这样已经在里面的人，现在最缺的不是钱，是定力。你要明白，黄金跌不是因为它变成了废铁，而是因为美元在装强。你要是看懂了这场局，你就会发现各国央行其实都在偷笑，他们正愁买不到便宜货呢。根据最新的数据，各大央行去年买了上千吨黄金，他们是傻子吗？当然不是，他们是在做底层配置。在这个纸币越印越多的时代，能救命的只有这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东西，所以别被那些恐慌的头条新闻给骗了。如果你现在因为害怕而随便离场，那你可能刚好掉进了人家设计好的陷阱里。那些大机构最喜欢在这种时候制造恐慌，等你们这些小散户把便宜的筹码扔出来，他们再优雅的捡回去。你要想清楚，你是想当那个被收割的韭菜，还是想当那个在低位默默捡钻石的猎人？很多人问我2026年下半年黄金会怎么走，我的判断是先苦后甜，这是一个深蹲起跳的过程。虽然沃什刚上任这3把火烧得很旺，但你别忘了背后的 boss 特朗普，他骨子里是个商人，他绝对不会允许美元利息高到把美国的企业都压垮。现在的跌是为了以后涨得更稳。但我今天想跟你聊一个很多人都看不起，却可能让你资产翻倍更快的东西，那就是白银。很多人叫白银是穷人的黄金，觉得它跌起来没底。但你看这2天的数据，黄金跌了不到 10%， 白银直接从每盎司110美元跌回了80多美元。这种跌幅对很多人来说是灾难，但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上帝撒下来的红包。我再给你讲个关于耐心的故事。我认识一个做外贸的朋友，他在前几次大行情里从来不碰黄金，他专门盯着白银。他的逻辑很简单，白银有工业用途，又是黄金的影子，每次大跌，白银的弹性都比黄金大。他平时省吃俭用，不换新车，不买名表，就等住这种雪崩式的回调。昨天他打电话给我，语气平静的吓人。他说他已经分批入货了，就在白银跌破85美元的时候。这就是高手和小白的区别，小白在哀嚎这日子没法过了，而高手在计算我还能吃进多少。如果你资金量不算太大，想靠这波行情翻身，白银的金银比对冲是你一定要学的。当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比值拉到一个极端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白银的反弹力度往往是黄金的 1.5到2倍。但是我要提醒你，这个钱不是每个人都能赚到的。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声音在干扰你，有专家说要跌到3000，有新闻说美金要无敌了。这时候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心理护城河。投资最怕的就是跟风，看见涨了去追，看见跌了去杀。你要想清楚，你是为了那几的波动在玩命，还是为了未来3到5年的财富自由在布局？如果你现在手头紧，千万别学人家去开高杠杆，那种50倍、100倍的杠杆，只要行情稍微震荡一下，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直接出局了。我看过太多人在这种大波动里，明明方向看对了，却死在了黎明前的最后一次回调，那种遗憾会让你后半辈子都睡不好觉。所以现在的操作清单很简单，第一，不要一次性梭哈，把钱分成10份，每跌一段买1份。第二，如果你买的是实体，那就锁进保险箱，连密码都先交给最信任的人保管，别让自己每天看盘看到魔怔。就在大家都在疯狂讨论点位，讨论沃什会不会继续加息的时候，我必须跟你聊聊一件比金价跌破4900美元更可怕的事，那就是流动性陷阱。很多人投资黄金是觉得它保值，但他们忘了计算自己的情绪成本。我见过太多人在这波大跌里，虽然资金没亏完，但整个人已经垮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补充的关键，你要学会心理账户的分离。为什么赢家敢在暴跌时加仓？我认识一个大户，大家都叫他金王，他在2026年这次黄金大地震中，不但没慌，反而加了3000万美金的头寸。为什么？因为他用的钱是10年不用的闲钱。很多人喜欢拿家里的房贷预备金、孩子的学费，甚至去借贷，开几10倍杠杆来炒金，这不叫投资，这叫自杀式博弈。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当你用急钱去投资，你的智商会瞬间下降 50%， 你会因为一根5分钟的 K 线图而心惊胆战，最后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一刻，因为扛不住压力或是被银行强行平仓而倒下。我有个学员，平时看住特别理性，
去年他看准了黄金要涨，开了高杠杆，结果遇到一次主力洗盘，金价只是往下一扎，不到1个小时就拉回来了。但就在那短短的1小时里，因为他的保证金不够，账户直接被清零。他看对了方向，却死在了过程中。这种痛苦比一开始就看错还要难受100倍。所以你的情绪成本也是钱。如果你买了黄金之后变得脾气暴躁，对家人没耐心，工作分心，那你已经输了，这笔情绪债迟早要还。我的独家建议是设立冷却期，每次想在大跌时梭哈，先去洗个冷水澡，或者去健身房跑5公里，等心率降下来了再去下单。同时要分仓配置，永远不要让黄金占据你总资产的30%以上。黄金是盾，不是矛，它是用来保住你家底的，冲锋陷阵应该靠你的事业和技能。黄金的优点是它能让你在乱世中睡得住脚，缺点是它会考验人性最贪婪、最恐惧的一面。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入货方案。如果你现在手头有资金，面对从5500美元跌下来的这个坑，千万别一次性填满，你要像钓鱼一样，一点一点放线。现在4800美元到4900美元这个区间是第一道防线，如果跌破了，下一个支撑可能在4500美元附近。你可以把资金分成5份甚至10份，每往下走100美金就吃进1份。这样做的好处是，你的平均成本会被拉得很低，而且你手里永远有子弹，心就不会慌。那些在市场上活得久的人，不是因为他们预测的准，而是因为他们耐造，他们给自己留了足够的容错空间。在2026年这个美联储换帅、政局动荡的年份，活下来的人才有。好了，既然你还在听，说明你已经打败了99%只想听快钱讯息、没有耐心的浮躁散户。为了奖励你的这份定力，我最后再额外送你一个我自己观察市场多年的保命兼赚钱的独家心得，这是我之前没在任何公开场合说过的。很多人在黄金大跌的时候只会盯着金价看，但我教你一个更高级的玩法，去观察黄金与美债收益率的倒挂点。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专业，我用生活举例，这就像是一个跷跷板，美债是那个强壮的对手，通常美债利息越高，黄金就越跌。但是当你发现有一天美债利息还在高位横盘，而黄金却开始跌不动了，甚至开始微微放量回升的时候，那个点就是所谓的空头衰竭。我把这个点称为财富发令枪。我记得2024年底有一次行情，所有专家都说要跌，但我观察到美债收益率已经涨不动了，而黄金在低位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我当时就意识到大资金已经开始偷偷进场扫货了，结果不到2周，金价就迎来了一波报复性反弹。所以接下来这几周，你别光看金价跌到哪里，你要看它在跌的时候成交量有没有放大，有没有那种砸不动的感觉。如果有，那就是大户在吃货，那是你跟住进场的最好时机。这就是我送给你的额外红利。投资不是靠体力，是靠脑力和观察力。如果你能看懂这个时间差，你就能比别人早一步嗅到财富的味道。讲了这么多，我知道大家心里最痒的那块地方在哪里。你可能在想，除了黄金和白银，还有没有什么能让我在这场联准会大地震里捞一笔，甚至能避开财富缩水的风险？其实我手头上一直私藏着一份2026避险与翻倍资产私人清单，里面不只有我精确计算过的黄金与白银的终极进场位，还有2到3个我个人非常看好，受特朗普新政和沃氏政策驱动的隐藏投资标的，那是真正能跟随大环境起飞的快车。如果这期影片的留言超过100条，或者点赞够多，让我知道大家是真心想学，想在这个乱世里翻身的人，我就会专门加开一期纯钱货的视频，直接把这份清单摊开来送给你们。现在就在评论区留言，我要看清单。记住，财富永远只留给有行动力、敢于举手的人。说实话，看住现在的市场行情，我也很感触。我们这些普通人，在美联储那些大佬眼里，可能只是一个跳动的数据，但对我们自己和家人来说，我们就是全部，是天。所以我才这么啰嗦，想把我知道的，我跌过的坑，我见过的血光之际都掏心窝子告诉你们。我再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手头有100万闲钱，面对这个刚上任的强硬主席和这波跌破4900美元的行情，你会选择反手做空，还是死拿到底？或者你有什么更绝的招数？欢迎在评论区大声告诉我，我每一条都会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启发，请帮我按个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那期不公开的清单。把这段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个还在为金价发愁的朋友，拉他一把。
最后，我必须跟大家严肃的交代一句，本影片分享的所有内容、数据及案例，仅代表我个人的分析观点和投资心得，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金融市场瞬息万变，2026年的局势更是前所未有的复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每一笔交易前，请务必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做独立评估。记住，我是你的朋友，但你的口袋只有你自己能负责。希望我们都能在这场风暴后依然站得稳稳的，看到最灿烂的阳光。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